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和奶奶是在云南认识的。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大理白族姑娘。当时爷爷的营房有2层楼，爷爷是住在2楼，楼下有一棵老槐树。奶奶那段时间一洗完头就会去老槐树底下，一边吹风一边晒太阳一边梳头。我非常想知道我奶奶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爷向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会不会是“同志，我叫张耀水，你叫什么名字？”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奶奶部队上的一个老闺蜜，我们叫她窿子婆婆，她告诉我，你奶奶当年一洗完头就去那棵老槐树底下，就是为了等你爷爷。从小到大，在家里，爷爷奶奶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那种说你女孩就必须是玩芭比娃娃，你就必须是玩过家家，我都是就很开朗，所以说我叫张爽嘛，他们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张爽，张爽真的爽快的不得了。我觉得在厨房一直以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环境中，对于一个女性主厨来说，你要去刚柔并进的去处理所有的关系，更多的挑战是我们说的女帅男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用音量去压制别人的人，但是在厨房的环境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被看到，去被认可。其实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然后她真的会比男性来说，会有很多更细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优势。我觉得他真的有那种小猴子的天真，他就是一个要糖果的小孩，他尝到了一个美味的糖果，还有一个更美味的糖果在吸引着他，那他就会去想要。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热爱，热爱的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中，他可以给你找到快乐，找到自信。那可能在烹饪这条道路上，他在这上面找到了一个快乐和自信。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种说法的话，我倾向于是一种表扬。我们其实总能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找到契合我们的食物，比方说巴纳人吧，他们吃的青苔，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水质要求很高的河里、湖里去生长的一种藻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很多好的微量元素。我从小的噩梦都和头发有关系。甲马是我们白族人刻在纸上的类似图腾的东西，我们会去用甲马祈求一些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去避开自己讨厌的、害怕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期望有一张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噩梦的甲马。那个是1997年，大概在我5岁多的时候，在一个稀疏平常的晚上，就在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突然就被一阵尖叫声吵醒。我妈妈把门打开，发现家里的阿姨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那个时候应该是家里进贼了，妈妈就追出去了，就把我和当时胸口还插着尖刀的阿姨留在了一个房间。头发很长，遮住了她半边脸，因为失血过多，她的脸也是刷白。我那时候可害怕，吓得发抖，就想着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就从她的身上打算跨过去，她就一把就抓住我的脚。警察叔叔来了之后，首先帮我抱在浴室里，把脚上的血迹洗干净。当他帮我抱出家门的那刻，我说：“叔叔，稍等一下。”我就跑去了家里的装零食的柜子，拿了一包玻璃海苔。后来家人也没有和我提起这位阿姨的生与死，或者是有关这个事情的任何后续。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大概是我开始会对侦破案件的剧情电影，甚至丧尸这类题材的影视剧感兴趣了。就发生了这么结束人生命的事情，我需要一个答案。小时候，妈妈为了哄我睡觉，唱的最多的歌就是《茉莉花》。上小学之前，我特别容易生病。我妈妈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吃够母乳，甚至说一口都没有吃过。我是吃母米补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我妈妈，她其实一生都奉献给我了，不管是时间、精力、金钱，还有自己可以本身有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我妈妈又是一个管我管的事无巨细的人。我从小改过2次名字，都是我妈妈算命算来的，从张爽改成张鲁文，又改成张云佳。我挺喜欢张爽这个名字的。小时候吃不完一碗饭，就丢给我200块钱，逼着我把饭吃完。现在我30岁了，12点没到家，电话就过来了：“你在哪里？跟哪个在一起？那么晚了，这个还不回家？”
成为母亲之后，我也没有提前做功课，也没有说她到了哪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吃。开始就是喂母乳嘛，老婆婆啊，就家里人就会说，那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就是再给她加点什么，就开始做功课。搜索6个月小孩吃的辅食，出现的就是米粉。哎，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食物吗？原来米布这个名字就是口字旁，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我从小吃这个米布长大，它就应该是云南孩子吃的第一口辅食。我最害怕的母爱是明明非常爱，但是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束缚和枷锁。大概儿子2岁的时候，我成为了一枚单亲母亲。当时在我面前有2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多陪伴孩子朝9晚5工作，一个呢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舍弃儿子去选择当一名厨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就是如果说我选择了全职的照顾我儿子，在我内心深处有那种呐喊和崩溃的声音。我就是反骨的性格，我觉得我注定了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生。不做女主厨，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听从别人的发号施令，别人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就是我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活明白了，才是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榜样。奶奶在我印象中，日常她会穿特别随便的衣服，感觉是她会在菜市场买一卷布，然后让街角的裁缝帮她缝出来的各种花纹。我觉得奶奶是爱美的。奶奶在那个年代有一支口红，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口红除了涂嘴唇，还可以当腮红，还可以当眼影。奶奶很爱美，但我见过最多的是在老照片里，奶奶穿的是军装。我觉得军装对她来说是皮肤，是铠甲，是她身体一部分的延伸。奶奶的穿衣风格和在厨房里的风格是一样的，干净利落，不斤斤调调。斤斤调调是昆明的一个方言，斤斤调调就是不利索。从小我就是看见奶奶每一步工作之后都会把周围的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做好一桌子菜，你进到厨房就像是没有开过火一样。奶奶让我感受到下厨房这件事情是一个脏活累活。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漂亮就是穿上厨师服。我觉得本身制服它是有一种力量在里面的。比如我们提到这个每个职业它特定的服装，我是有尊敬的。我第一次正式穿上厨师服是去蓝带学习的时候，哇，由衷的开心，在镜子前面看了大概有半晌。首先会觉得我向自己热爱的事情又踏进了一步，再其次觉得真是身上闪闪发光。爷爷奶奶都
都很迟暮的时候，他们在医院或者是午休完去干休所楼下坐着晒太阳的时候，也是牵着手背对着太阳，可以不说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在回想他们的一生。爷爷之后不是得胃癌嘛，80多岁了，都做了一个手术，把胃切了1/2，2年之后就开始癌症扩散。离世的时候，那天晚上就觉得他是呼吸是非常的困难，他已经是处于那种叫做濒临死亡。我感觉他的灵魂都可以飘出来，看得见我们整家人都在一起。我妈妈就在那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在做整个操持，就说要念经，要念经。我就跟着我妈，那天晚上是起拜啊，就站起来又跪下去，站起来又跪下去，就一直拜了几个小时。就睡了可能3、4个小时，我妈妈就进来，你也走了。我一下整个哭的那种，像是热烫的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你的眼泪就是下来的那种感觉。过了几天，就开始追悼会，爷爷就推出来，我就亲了一下爷爷的头，就是特别实的一个冰块像。哦哟，那个时候奶奶哭的，老果，哇，牵着我爷爷的手。那个时候我就想起，就是奶奶怕坐电梯，然后每次爷爷去到电梯都牵着奶奶的手。哎呀，我就想到那一刻，奶奶的手是热的，爷爷手是冰的。奶奶最后还撑了几年，从此之后她就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我最后听见奶奶说的那个话，就是在出殡的时候，喊的那声“老郭”，老郭在我们云南话里代表就是老公的意思。在我最黑暗的时间，我是在厨房度过的，它是我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厨房是客观意义上非常要求注意力的场合，不管是从物理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切菜也好，油温的把控也好，在厨房里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因为你足够关注，足够专注，时间它不存在了。阿克人过年是每年阳历的1月左右，也叫额托节。额托就是打糍粑的意思。除了糍粑，他们还会制作一道菜——橄榄树皮剁参。橄榄树皮剁参的做法不复杂，刮下来薄薄的一层橄榄树皮，不用很多，或在食材里腌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橄榄树皮能让食材更加粘合、更上劲，口感更好，起到淀粉的作用，也有一点点回甘。阿克人刮这个橄榄树皮不是用刀，也不是用铲子，他用的是旧碗的瓷片，碎掉的瓷片。它的这个锋利程度刚刚好，不至于说把橄榄树皮刮得很深，它就像是只是把橄榄树皮外面的那层釉面薄薄的一层刮下来，这样的话橄榄树它表面会恢复得很快。他们用瓷片让我感到挺意外的，没想到瓷片除了装饰之外还能这么用。
我来了餐厅之后，大家开始把磕磕碰碰的碗扔给我修，扔给我补。补完之后，我发现居然有不同的美感，它不一样了，它和其他的碗不一样了，因为所有的碗它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但它就因为这些缺失和缝缝补补，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其实我不反对传统观念里对完整人生的定义，理想的婚姻、完整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就是我内心希望所有东西都是一成不变。改变意味着危险。我是个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人，但是我现在却在接受事情的不完美，并且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另一种美，就挺割裂的，就是痛苦的根源。如果按照以上标准的话，我的人生应该算是支离破碎，但是碎了就碎了呗，缝缝补补又3年。小爽这种女性的一个厨师来说，是给其他的女性啊更多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了可以知道我去，也可以做烹饪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给了这个行业机会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份机会。我就说我是特别希望看到他可以那种很随心所欲的来做他热爱的这些食材，把它怎么烹饪好，然后做出一个自己的风格的东西，这个是特别重要。张云佳的人生就真的是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因为他还是真的在每个阶段都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决定，就好像人生在采集一些原料，然后他的这盘菜前面这都是在做一些设计上面的，他的餐单的设计上的准备，我觉得他的菜还在后面呢。在我面前真的是除了生老病死，其他的东西只是暂时的。人生和死亡它本身就是一场梦，我非常愿意用食物去装点调味它，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梦呢？